这儿，我已经闻见血腥味儿了。真够歹毒的，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真孙子！咱们这回遇见狠的了。哎，阿曾，法医初步验尸结果，死者韩玲母女是被人用利器砍成复合伤，分别致失血性休克和创伤性休克而死。凶器就是那把断了把的虎子。有没有邻居反映听到什么异常的响动？暂时还没有。开门，警察。没人吧？什么没人呢？我都听见打呼噜了。开门呢，警察，快点儿！真是警察呀！请进，有事儿啊？甭进去了，就这儿说吧。这儿说好。说什么事儿？你睡醒没有？就算睡醒了吧。你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啊？从昨天晚上8点一直睡到现在。昨天夜里听见什么动静没有？没有。昨天夜里，你的邻居韩玲母那2个被杀了。哦，我说你的邻居被杀了。我说哦了，就证明我知道了。嗨，我说你这人，母女2条人命，你怎么能这么无动于衷啊？我跟他们非亲非故。什么？可能我还没睡醒吧。你良心睡醒了没有啊？用不用我帮你行刑啊？不用不用，现在醒了。警察先生，您问什么事儿？昨天夜里，听见看见什么没有？真对不起，昨晚上我喝多了，一觉，就睡到现在。不得了，连咱们这都出了杀人案了。来来来，拍照了吗？死者年龄估计在20到25岁之间。哎，你们看，死者的头部和颈部都有伤，我怀疑啊是窒息而死，具体情况要等验尸报告出来再说。要先弄清楚死者是谁吧？对啊，第一步先查尸源啊。报告写清楚。谈谈吧，你们对这个案子的基本想法，当然，初步的，啊。作案手段凶残，凶手的本意似乎是一定要置人于死地。为了慎重起见，现场贵重物品和现金情况还要与事主核查以后，才能排除图财害命的可能。大曾，大曾，啊，你谈谈。问问事主再说吧。让一下，让一下，让让。走。
下一步咱分头排查，争取尽快查明死者身份。好，咱们先统一一下死者特征，行吗？你刚才没看清楚啊？当然看见了，可是我觉得他活着的时候肯定不能是这个样子吧，龇牙咧嘴的呀。那当然，被掐死的没有一个好模样的。咱们只要记住基本特征就可以了。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我跟你们反映个情况。好啊，欢迎欢迎。大妈，您慢慢讲啊，来给你记。那昨天晚上10点多钟，我正在家里看电视，就听见外边有人喊“救命救命”，是个姑娘的声儿。我先是以为哪家小两口吵架，要不就是哪个频道演什么电视剧呀，我就挨个的找那个频道，没等找着，那声儿就没了。可今儿早上一起，发现死一个姑娘，你们说这事儿闹的？大妈，谢谢您提供的这个情况。您说您昨天晚上听见有人喊救命的准确时间是几点？10点半，不到11点。记下。你们快告诉我，那喊声跟这姑娘有什么关系吗？这个现在可说不准。万一要是那个姑娘的事儿，那我不就成了见死不救了吗？大妈，没事儿，谢谢您，谢谢您提供情况啊。我们刑警队的，我们去保卫蒲老师保卫科站联系。是这样，宿舍区那边发现女尸的事儿，我一上班就听说了。出于干保卫的职业敏感，我马上到厂内查问了一下，结果发现，我厂检验员常静昨晚上夜班外出，就再也没回来。你说一下常静的特征。好。常静22岁，身高1.65米，较瘦。大概昨天晚上10点多钟离厂，走的时候，他跟同事说是去小卖部买洗发液。大概穿的是一身粉色套裙，真有点像啊。对。家属报警了吗？我们想让亲属辨认一下尸体。李科长，我妹妹有事了吗？亲属来了，他是常静的哥哥，叫常飞，是我们厂的钳工。刘建伟，我们找你来是想问一些关于你妻子韩玲的情况。你最后一次见到韩玲是在什么时候？你跟韩玲的夫妻关系怎么样？听说案发前你们两口子曾经发生过争吵，为什么？哎，醒醒啊！你这么哭，那娘俩能活过来吗？听我线索。我后悔，我对不起他们。你后悔什么？你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我那天晚上我干嘛打牌去啊？这也太夸张了吧！怎么了？老婆孩子死了，伤心哭，不对啊？你看那是真的吗？你不觉得像在演戏？你这人啊，上回有个死老婆的不哭，你也说不对。这男人啊，在这种时候悲哀应该有个限度。这刘建伟总有哭够的时候吧？甭着急，慢慢的，咱们一个一个问题问他。现金情况和贵重物品他全都不知道，他跟他老婆经济分开，到底丢了多少东西他也说不清楚。我有个事儿得问他。刘建伟，那是你们家的吗？什么呀？我不知道。什么就不知道？我问那3个煤气罐是不是你们家的？那是啊，那不是煤气管子还没通吗？那煤气罐是你们家的？是啊，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他们。你们家用1个摆着3个，用4个煤气罐啊？你卖煤气罐的？常飞，你来认一下，看是不是你妹妹。不成，我害怕。
现在可不是害怕的时候，你必须确认死者是不是你妹妹。要不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得了，我不认了。我们怎么知道她是不是你妹妹？你们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你这当哥的怎么回事？就不能为了你妹妹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吗？我怕，我怕什么呀？我怕看见不认识的女尸吓一跳。你要是不看一眼，我们怎么知道接下来是找你妹妹呢，还是找杀害你妹妹的凶手呢？别耽误时间了，来吧。小静，你看准了，是你妹妹？是她，她就是我妹妹。小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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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是谁害的她。是谁？这不止一个，都是死追我妹妹没追着的人。你说，有一车间车工小李，二车间技术员小赵，食堂的小麻子，电工于军儿，后勤的小四眼儿，篮球队大马，还有我们保卫科长他弟弟。妈妈，小静，小静。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仇杀的可能。根据他们熟悉的人讲，死者韩玲和她的丈夫柳建伟都是老实人，不跟人发生纠纷，仇家就更谈不上了。不是图财害命，不是仇杀，那就是情杀了。我们掌握这么一情况：死者韩玲和她的丈夫柳建伟的生意伙伴刘晓东关系特别密切。案发前2天，两个人因为刘晓东的事儿大吵了一顿。那你们俩的意思是？死者韩玲的丈夫柳建伟身上确实有疑点，但是我怎么也不能想象，他为了一个刘晓东，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也给杀了。你可别忘了，一掺和上第三者的事儿，是不是亲生闺女，那可就顾不上了。可柳建伟确实有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啊。他能雇凶杀人呢？这年头有钱什么办不成啊？钱能使人变成鬼啊？那你的意思是，柳建伟可能就是杀人凶手？我替季杰说吧，证据不足。行了，有事再找你。好，谢谢你啊，再见。那，谢了。还有一个。啊，是，要不先吃饭，吃完再说吧。还有一个叫于军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他平时挺老实的，也有了女朋友了。好好。查完再说吧。他夜班，他在宿舍睡觉呢。你带路。好。于军，啊，开下门。啊，他叫于军。于军，你给我听好了，公安局的人来问话，你可要实话实说，有什么说什么啊！要隐瞒什么，可是没罪便有罪了，有罪罪加一等。告诉你们问吧。8
8月6号晚上10点以后你在干嘛？喝酒。跟谁？在哪儿？我一人。先在小饭馆喝，没喝够，又到厂门口接着喝来的。身上的伤哪儿来的？说，警察问话，为什么不说？不说，验伤也能验出来。有人抓的呗。哪个女人？我女朋友。谁知道你女朋友是哪个？说姓名。江萍萍，就是把你弟弟蹬了，跟我好的那个。你扯这个干什么？身上的伤到底哪儿来的？我喝多了，想跟我女朋友干那个，她不干，搞成这样了。真的？我没撒谎，不信你们把他叫来问问他。就现在掌握的情况，死者丈夫柳建伟种种不正常的表现，加深了我们的怀疑。韩玲和刘晓东的关系，以及案发前柳建伟和妻子韩玲的争吵，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丈夫因为吃醋，唆使他人杀妻灭女。这么说，你们这个案子不就破了吗？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还缺乏足够的证据。现在我们已经把主攻的方向都放在了情杀上了，在这一点上，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是图财，也不是仇杀，多半就是情杀呀。我怎么就弄不明白呢？情杀跟仇杀有什么区别？因情生恨，记仇杀人，不也是仇杀吗？可真正的仇杀是不会跟爱情有关系的。哼，听这话茬儿挺像你啊，大曾。大曾，大曾，走神了啊！大曾，啊，我准备再在现场勘察一次。说说你们那个案子吧。常静最近刚和一个准备和她结婚的男朋友分手，另外她在社会上的交际也很广，她干过传销、推销那类事儿，所以她的死亡原因可能很复杂。那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怎么办？挨个排查呗。场内的嫌疑对象我们已经排除了，接下来就是查社会关系。几点了？先垫点吧，咱们要抓的人没准正下馆子呢，咱也别饿着啊！来。大曾，你干嘛呢？快过来！来，你看这儿，这血迹跟案发现场的取样对比，韩检组这回又有活干了。你看那儿，这案子越来越有意思了。弄什么呢？好不容易请你吃回饭，别吃不出味儿来啊！你说我怎么就没注意到那3个煤气罐呢？还差点让柳建伟给咱们带沟里去。这就是搭档的好处，你没注意，我注意不就行了？可是我不能原谅我自己的疏忽。你这不是疏忽，是愤怒。你看见那么小的孩子被杀，心里控制不住一种愤怒，由于愤怒，你忽略了一些事实。但是我欣赏你的愤怒。什么？你是个性情中人，我喜欢你这点。吃吧。这面怎么这么辣呀？我请你吃的是辣面，你刚吃出味儿来呀？辣。来点醋，来点醋。柳建伟，请你冷静，仔细听好。我们问的是你家储物间靠西墙并排放着的那3个煤气罐，是你弄来的吗？那是我妻子弄来的。什么时候？这我不知道。哎呀，这些天光顾着和她吵架了，家里的事我就没管。没管？没管怎么知道是你们家的东西？
你看见你妻子把他们搬来了吗？你妻子和你说过把他们搬过来吗？那你怎么确定是你们家的呀？那就不是我们家的。你现在必须说真话啊！哎呀，我都这样了，还撒什么谎啊？就像现在剩我一个人一样，千真万确是真的。那你上次怎么说的？啊？通过我们再次调查柳建伟的街坊邻居，他们都说没看见仨煤气罐是怎么来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擦蹭在煤气罐体上的血迹跟死者血型同一，罐底地面上的足迹跟居室内现场发现的足迹之一相同。这个证据太重要了，为我们侦破提供了新思路，可又有点不着边际啊。凶手既然已经用斧子做了案了，那他要煤气罐干什么呢？不管怎么说，这个物证肯定跟案情有关联，查明因果，以物找人。谁呀？我。哟，警察同志，这回睡醒了？睡醒了。警察同志，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事儿来的。那天夜里，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在这之前，你看见什么没有？你说什么？柳建伟家一气儿搬来3个煤气罐，不知道这事儿。就摆在跟你一墙之隔的储物间里。这事儿不知道。就摆在这儿啊！这不是你睡觉脑袋的位置吗？我真的不知道啊！怎么不知道啊？就这堵墙啊！这不是你睡觉脑袋的位置吗？我真的不知道啊！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啊，韩林母女被杀一案已经进入到扑朔迷离的阶段，距离上级要求我们破案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今天咱们发挥集体智慧，共同来啃啃这块骨头。哎，你说死者家属并不确定那几个煤气罐是他们家的，而且邻居也说没见过这几天死者往家搬过煤气罐，那是歹徒搬的。老郑，我说2句。说。凶手不是用斧头做的案吗？干嘛搬煤气罐来呀？刚才不是提到储物间有用过的蚊香吗？那就证明这个人想引起一场爆炸案。可是为什么没有炸呢？从血迹看来，歹徒是行凶杀人之后才把煤气罐搬来的。你说他们杀了人之后不赶紧逃走，却把那么3个沉甸甸的家伙搬进来，这不是有些不合常理吗？你们看啊，这件事情的最大疑点就是，如果为了爆炸灭迹，为什么不把煤气罐放在行凶现场，而要搬离行凶现场，放在储物间的西墙上呢？有了，歹徒爆炸的目标不是韩玲母女，而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孙伟。现场发现的蚊香是引爆点，如果室内煤气泄露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本来韩玲母女是因为和丈夫闹别扭回娘家了，晚上突然回来发现了歹徒，打乱了歹徒的计划。而歹徒因为计划外的杀人灭口非常慌张，匆忙逃离，他忘记了打开了煤气罐的开关。有道理。孙伟才是歹徒作案的真正目标。散会啊！我这就找他去。知道为什么请你上这儿来吗？还不是因为我们那倒霉的邻居柳建伟一家子。错了，因为你本来应该倒霉的是你。坐吧。这话从何说起？歹徒是冲着你来的，运来那3个煤气罐就是为了炸你，摆的位置是瞄着你睡觉时候的脑袋，仅一墙之隔啊！我说警察同志，您这话说的太悬点儿，是够悬的。不知道为什么没炸，要是炸了，你那脑袋早搬家了。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们说的话呀？没有，这你们说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我呀，不跟警察抬杠。我们找你来啊，是想让你配合调查。想想看，跟什么人结过仇？什么人想杀你？没有，绝对没有。别把话说那么死。
知道，也许你跟别人结仇的原因不那么光彩，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就想知道是谁想杀你。警察同志，没人要杀我呀。嗨，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们这是在帮你，你知道吗？知道啊，可是我不需要警察帮忙，我活得挺好。那什么，你们不是要找杀别人的凶手吗？我帮不上忙。你可得想明白了，想杀你的人这回不成，还得有下回。真的没人要杀我？您看我像那么招恨的人吗？像。你够招恨的。我看你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明天啊，你先说。我觉得孙伟的证词不太可信，所以我想明天啊，再通过他的熟人寻找一下突破口。明天我也会他的熟人。哎，那咱明天一块儿吧。那别介，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俩有时候路数不一样。装神弄鬼，走了。曾哥，有什么话您就问，我大哥交代过，对您知无不言。你不想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想知道。我虽然不是道上人，可这里的规矩我多少也懂点。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你是搞建筑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呢。谁呀？孙伟，你认识吧？孙伟。爱喝两口。哦，知道，认识。我还跟人家一块吃过涮肉呢。哎，怎么着？出事儿了吧？嘿，我怎么又打听上了？哎，大哥，这好奇心呢，是人类的天性。你说孙伟要出事儿，他要出事儿能出什么事儿？这小子，他不出事儿则已，出事儿就小不了，不进太平间也得进这医院，非死即残呢。那么肯定？他有仇人，2年前。他差点让汽车给撞死。哎，大哥，来，喝。案发现场、抛尸现场和案犯逃离现场特别快。从这几点来看，这个案犯胆子特别大，肯定是熟悉厂区的本地人。喂，我是江汉。好消息，有人举报说案发当晚有人看见有一个小青年在追着常静喊常静的名字，但常静没有理他。这个人长得特别像常静他们一个厂的于军儿。于军儿？于军儿？他不是和女朋友约会，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吗？孙伟啊，出了什么事儿了？让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那个曾头，我请求警方保护。昨天晚上我说了这个。这次没看见你被炸死，很遗憾。下次你就跑不了了，我等着看下回。这是昨天晚上有人从门缝给我塞进来的。我半夜3更就想来找你们呀。从措辞上看，写这封信的肯定是你的仇人，但不是那天要杀你的人。而且他知道有人要杀你，他在等着看笑话。是，这谁说不是呢？那明眼人一看，这事儿就冲着我来的，所以我就求你们，你救救我，别再有2回呀。这回该说了吧？跟谁结的仇？要说结仇呢，就是跟那个亚联建筑集团的梁总梁家信有矛盾。其实我也不敢惹他，他是有头脸的人物啊，那明面上头衔那一串儿。说怎么跟梁家信结的仇？那是2年前我们俩合伙承包了一个工程，他瞒着我在建筑材料上是以次充好啊。后来我就找到他，我说咱不能这么干啊，房塌了怎么办？哎，我跟他一说，他急了。后来我把这事儿向有关部门做了详细汇报，
同时呢，我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我退出了承包。从那以后，他一见人就说我欠他钱不还。2年前差点被车撞了，是怎么回事？哦，您说这事儿啊？后来我拐弯抹角一打听啊，就是梁总找一个外地人干的。幸亏那天在胡同里走出了好多扭秧歌的老大妈，要不然我小命完了。当时为什么不报案？你想啊，这梁总他脚踩黑白两道啊，我也不敢惹他呀。我想他吓唬我不就完了吗？可没想到还差点撞上你的那辆是什么车？开车的是谁？举报人只说听见那天晚上于军喊常进，常进没理他，别的就没有了。没有了。至于于军是不是去追常静，举报人说可没看见。由此分析，于军那天晚上去见女朋友是对的，但是时间上有误差。这个人不能离开本市，让他随时听候传唤。好，没问题。警察小伙子，我看看还是那拨人不？大妈，您有什么事儿吗？哎呦，警察姑娘，我认出你了，是那拨人。我在出事那地儿捡到的，不知有用没有。来，放这儿。大妈，谢谢您啊。不用谢。先前听见呼喊救命，我还当是哪家电视出的声儿，都没见义勇为去。现在啊，心里头还别扭着呢。那我们走了。哎，谢谢啊。好，谢谢。真是于军的钥匙。马上对他做伤寒血液鉴定。你们俩把我的话都给说了。黄桃白料，逮于军。这个孙伟很显然是考虑到自身的安全，才向我们吐露了实情。亚联建筑集团公司的老总梁家信，这个人身上疑点很多，幕后指使或者参与作案的可能性最大。目前掌握的情况已经得到证实。2年前有个叫张大元的，企图开车撞孙伟。这个张大元正是受了梁家信的指使。这是他酒后吐真言，亲口跟朋友说的。很显然，这是一次报复不成，又来了第二次。根据我们侧面了解梁家信这个人，他干得出来。主攻方向没错，但以梁家信的身份，社会关系很复杂，千万不能打草惊蛇。上级指示我们要抓紧时间继续查找相关的证据和证人。我想从2年前受雇开车企图撞人的张大元入手，先抓着他再说。老郑，哟，开会呢。没事，来吧。机械厂的于军有重大嫌疑，我拘了他。有消息，那个叫张大元的正在家洗浴中心泡澡呢。你带的那人先搁着，先跟我逮人去。行了，好了啊。别动，警察！小子，干嘛呀？想跳楼啊？这是2楼，知道吗？想来表万就医啊？医院想清钱啊？没那么便宜，知道吗？凭什么抓我？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跑什么呀？抓的就是你，带走。行了。来。孙伟的街坊被害，你听说了吗？听说了。这事大街小巷都嚷嚷遍了，还能不听说？那事儿是冲孙伟去的，那邻居啊，他就是个替死鬼儿。你怎么知道的？杀人那哥俩胡大胡二，我都认识。哦，他们也是梁总雇的。那俩人现在在哪儿啊？于军，你当你女朋友江萍萍能替你瞒多久啊？这是她的证词，她说10点就离开你的宿舍，还有人在10点半左右去你宿舍找过你，你根本就不在。这段时间你在哪儿？我没干，我喝醉酒在家睡觉的，我没离开过宿舍，我什么也没干。这是什么？
这是在现场捡到的。这串钥匙能打开你的宿舍门、工具箱，还有自行车。还不说实话？好，我们给你验血，做伤痕鉴定。还有什么要说的？让我再想想啊。哦，对了，这梁老总为什么非要灭孙伟？这事您知道吗？说说吧。这梁家信梁老总，在这行业圈里那是老大一级的人物，向来是说一不二。可这孙伟嘿，他敢跟他拧着干，想先撤股。您想想，那梁老总哪受过这个呀？就这么着呀，就恨上孙伟了，非要想法给他灭了。你还挺爱说的。我这人吧，就是越不紧张吧，话就越多。这么说你现在不紧张了？我坦白，常静是我给弄死的。你跟我说全部过程。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特想跟我女朋友干那事儿，可她不让干，跑了。我心里这股火压着出不去，就在外边瞎溜达，正好碰上常静。接着说，到这份上还不够全撂了？平平，当初你要是依了我，就不会有这事儿。少提平平，说碰到常静以后怎么着？不行，我一定要提平平。当时我把常静当成了平平，想跟他干那事儿，常静不干，我当时没别的想，就是想今天非得手不可。可他乱踢乱喊，我一不小心一使劲儿，把他给掐死了。2年前预谋用交通事故致孙伟于死地的，都是梁家信一手策划的。制造韩林母女血案的胡家兄弟也是梁家信花钱雇的，真正的目标是孙伟。胡家兄弟的下落有线索吗？那哥俩已经在逃，我敢肯定，路费是梁家信出的。好，正面交锋的时候到了，马上拘捕那姓梁的。我的口有没有信啊？那晚上再说吧。我这来了几个公安的朋友，什么事儿我哪知道？可能是他们盖宿舍楼让我暂住的事儿吧。这么着啊？你是梁家信啊？啊。签个字，跟走。我打个电话。现在不行。这个事儿吧，2年多了。你们要说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也很勉强。当时我是说了点气话，我那些朋友特别不高兴，非要过来教训孙伟。一打他们脾气不是特别好。可是后来没撞着孙伟啊，他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还不能说没问题。梁家信，你给我老实点。刚发生的杀人案你怎么解释？我跟那娘俩没冤没仇的，我凭什么指使人杀他们去啊？凭你的智商，你不会猜不到啊！那娘俩是因为发现了凶手才被杀人灭口的。啊，对。凶手真正的目标是孙伟。啊，是。那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胡家那哥俩是你施工队的？是我那儿的。可是他们俩为什么杀人，我哪知道啊？万一他们俩跟孙伟有仇呢？我觉得咱们这种谈话一点意义都没有。算了算了，你们还是跟我的律师谈吧。啊！这兔崽子，他铁嘴钢牙，我好几次差点用脚踹他。他这种表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要不是铁证如山，3头对岸，他能轻易伏法。说的是，姓胡的那哥俩一定得抓住。错不了。上级给的期限还有几天？哎呀，上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有我呢。你们俩就抡圆了膀子，该干嘛干嘛去。啊，上面的事盯住啊！姓胡的哥俩也不能放松。错不了。
这是我那天晚上穿的衣服。走吧。等等，我还能回来吗？什么？我这一走还能不能再回来？想听实话吗？这辈子回不来了。走吧你哥！做耍么赖？走！你还走？如果那天晚上你让我干了，就不会有这事儿了。这人什么逻辑啊？怎么办？要不要给他叫上车去？你说再让他哭会儿？我也这么想。害死我了你！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姓胡的那哥俩在外地归案了，你给的活动经费还没花完呢。看个节目。胡大、胡二已经全部交代了他们的犯罪过程，你给我好好看清楚了。邻居家有人，我们两个搬煤气罐的时候，叫那个女的给看见了，我俩一着急就动手了。我们摆好煤气罐，点上蚊香，我们就跑了。后来半天也没听到爆炸声，我们就打电话给梁总，梁总说让我把没烧完的蚊香取回，得给公安局留证据。我就又回来一趟，把蚊香拿走了，扔到河边的草堆里。最后才想起，我们一着急谁也没有拧开煤气开关。那哥俩特别想见见你，你节目也看完了，也该见见本人了。把人带进来。就是他雇我们干的，就是你雇我们干的，胡扯！没错，就是你。我们现在不怕你，出去。现在还是政府的天下。梁佳琪，还有什么说的？戏演完了，用错人了。我要是有你们这儿的手下，就没这事儿。咱们在短期内就破获2起重大恶性杀人案，上级对咱们重案6组通报嘉奖了。好，在咱们内部啊，特别要表扬大曾。要不是他一开始就把目光盯在那3个煤气罐上，别说了，都是他把这么简单的案子弄复杂了，带着咱们大伙儿在这兜圈子。这案子简单吗？简单啊。简单。哎，太简单了。姐，哎，孟叔叔，我可是说我请他吃饭才把他骗出来的。大曾，孟春林，孟叔叔，我刚参加工作就跟他在一个派出所。你好，这是我同事大曾，曾克强。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跑一趟。给你添麻烦了啊。没事，他常跟我提起。好，哎，请吧。直说了吧。听小杰说，你有个朋友是法医，所以这件事儿还得求你帮个忙。这是20年前一个强奸案中被害女孩衣服上的血迹。20年前，当时因为技术条件有限，没法鉴定这个血迹是不是犯罪嫌疑人的。现在可以做DNA 的检验，所以想请您那位法医朋友帮忙给检验一下。逮着那个犯罪嫌疑人了吗？
20年前，也就是1981年4月1号，一个20岁的女孩，晚上在下班的路上让人强奸了，后来她就跳河自杀了。第2天，在河的下游发现了这个女孩的尸体。根据调查，犯罪嫌疑人是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刑警队就以强奸罪逮捕了他。根据当时掌握的线索，凶手就应该是他，可是他死活不承认。那当时这个医院的血型没有做过鉴定吗？做了。嫌疑犯的血型啊，属非分泌型，属阴性血型，而且当时被害人的血跟嫌疑犯的血都混在一块儿了，也检验不出来属于什么血型。所以当时因为证据不足，法院判他无罪释放。20年前做不到的事儿，现在通过 DNA 的鉴定能够查得出来。话是没错，可是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啊，孟叔叔这个星期就已经退休了，干了一辈子的片警，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让他觉得很遗憾。你为什么要查这个案子？因为当时啊，我是负责这个辖区治安的片警，我一直努力工作，就是想避免有案子发生。可是这个案子是我在职期间唯一没有结果的案子。大嫂，麻烦你了。老孟，对不起，我没办法帮你。为什么？鉴定结果出来，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大曾，我懂规矩。我实在没办法，真的无能为力。大曾，等等，等等我。就算是我求求你，帮他做了这个鉴定，好不好？孟叔叔绝对不会把鉴定结果随便告诉任何人的，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不行，你没考虑后果。可是那个被强奸的女孩已经自杀了，凶手还在逍遥法外。你不是常说吗？警察的工作就是要把真相追查到底。难道你所谓的真相就只是判决结果吗？这里面有嫌犯的头发样本，孟叔叔为了做这个鉴定花了很大的功夫。我保证，无论鉴定结果怎么样，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喂，是我。哪儿啊？我知道了。那我跟季姐马上就到。美家商场门口爆炸了，走吧。大藏，姐，你们来了，死人了吗？伤了一个，叫董彪，是他们美家商场的职工，都送医院去。来，你们过来看看吧，啊，看看。来哪儿？大折一条腿啊！你什么眼神啊？那是胳膊。哎呦，你来了！来，有事吗？我本来想到局里找你，这件事得麻烦你帮着给办一下。大哥。
来看。从对现场的勘查证明，没有找到电线、电池、导火索，只有报纸的碎片，还有这个暖气管子。有可能是用遥控装置引爆吧？你甭管是什么装置，你连根电线都没找着，没有引爆方式，靠什么破案呢？受害人董彪那天把他的自行车停到了美家商场的侧门，然后他在美家商场周围转悠了一圈，回去之后就发现自行车车筐里多了一样用晚报包着的纸包，他拿起来一看，当时就炸了。1年以前发生在公共汽车上的爆炸案，就是用暖气管做的引爆装置。对，通过这2起案子的分析，很可能是一伙人干的。你的意思是说，这伙恐怖分子又开始犯案了？我一看着这个暖气管啊，我脑袋都大了。这种恐怖分子的活动非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幸亏是夜里爆炸的，要是白天呢？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因为在夜里引爆。美家商场8点关门，如果是有政治背景的恐怖活动，他应该选择在白天客流量达到高峰的时候作案。为什么在关门以后10点半才引爆？我觉得大曾说的对，从爆炸现场来看，罪犯使用的炸药剂量很少，而且放在商场职工上下班出口处的一辆自行车的车筐里，很明显，他爆炸的目标不是大多数顾客。不能掉以轻心。我宣布，立刻成立925爆炸专案组，大曾负责。我重申一遍啊，大家对这个案子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小王，哎，听见没有？是。啊，明天局领导肯定要下来谈这个案子，大家抓点紧。大曾、江汉，先查被害人董彪的关系人，从寻仇报复这个可能性入手。看什么看什么呀？照你们刚才的意思，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报复案吗？还不赶快上医院去？谁跟我有过节啊？咱可是良民，违法乱纪的事儿我从来不干。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最近有谁不太对劲儿？我和邻居从来都没红过脸啊。哎，我有个兄弟，那可是人才，大学生，发明家。我爸3年前就死了，我妈一直跟我兄弟一块过，身体倍儿棒。说一下你们单位的事儿吧。单位挺好的呀，头都一直挺照我的呀。哎，案发那天晚上，你们商场8点下班，你10点半才走，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我等我们头下班呢。等哪个头？我说公安同志，一句话，我跟谁都没有仇。哎，要说你们这活儿也挺好干的啊，随便问问，我这自个儿都说明白了，你们听着也就不糊涂了。哎，如果要是真找不出来是他妈哪孙子害我，你们也就别费劲儿啊，等我出了院啊，我不是还有条胳膊呢吗？啊？黄涛，哎，走，来了。喂，啊，大曾不在。怎么了？等会儿。哎，法医处啊，给我找下何艳华。我季杰，刚一撂下电话，我就听出是你的声音来了。没有，大曾确实不在。哎，是不是那检验结果出来了 ？DNA 的比对完全一致。好，你放心吧，他一回来我就告诉他。再见。看来那个人真是强奸犯。哪个强奸犯？没事，走吧。
饺子全天免费啊！老赵，这儿吧，报个情况。行。老板，哎，您来一下哎。您再说，您这买卖要这么做，那还不得赔到家呀？看你说的，我高兴，您是遇见什么喜事儿了吧？比娶媳妇儿都高兴。你甭说了，你就吃吧。那不行，您得跟我们说说，要不然这顿饺子不是等于白吃了吗？您得说出来，让我们跟您一块儿高兴啊！怕什么？我早就盼着这个王八蛋有今天的。应了我那句话了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你就少说两句吧，他不就断了一条胳膊吗？等他回来，他知道你在说他的坏话，咱还有好日子过吗？他要是再敢欺负我，我就拿炸药炸了他。哎，是我。哦，发现一合票啊！哎呀，不行啊，我这人都在925大案忙着呢。啊，行，我看看吧，谁离那近，让他去一趟。哎。就在下面。是个男的，40岁吧。今天早上7点是被沉淀的群众发现，身上有一条白金项链，还有一块新手表，其他东西都不见了。看样子是自杀吧？也可能不是，尸体没有完全膨胀，而且脖子上有淤痕。那是被掐死的。等法医鉴定之后再说吧。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拍现场照片？是。我觉得董彪没有说实话，他和我们说他没有一个仇人，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住的那胡同的街坊40就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我看他人头混得够瓷。董彪并不是故意跟咱们说瞎话，那是因为恶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坏人，他还以为他自己是善良天使呢。今天早上起来我一到医院，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他都伤成那样了，愣没一个人来看他，他弟弟董成就有问题。回来了啊，该回合票。老郑找你呢啊，有急事，我们查人去，我们走了啊。哎，大哥，我有个事差点忘了告诉你，那 DNA 的鉴定。妈，我先出去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你哥出事儿了，你也不去看看？我妈这儿都下病危通知了，离不开人。你妈什么病？肝癌晚期，医生说活不过这个月了。你妈住院多长时间了？1年零3个月。你哥不知道吗？9月25号那天上午，你哥董彪
把你打了。我说你们就别问这个，我希望你们赶紧抓住凶手。我哥再怎么坏，也罪不该死。你爸怎么死的？风湿性心脏病。你从丽云饭馆出来以后又去哪儿了？我回家躺了会儿，后来就来看我妈了。你要不信，等我妈醒了，你可以问她。你几点到的肿瘤医院？8点。你租的房子在哪儿？柳林新村，劲松那边。这案子可麻烦了啊！我们连着查了3天，凡是认识董彪的，没有一个不是他的仇人。你说这人什么人性？都有作案的动机，又都没有作案的时间。江汉啊，喝点水歇会儿啊，一会儿咱俩去董成家。行啊，季姐，最大的嫌疑人董成有一份完整的9月25号的《北京晚报》。这就怪了，那天包炸弹的报纸又是哪来的呢？你说一个人可能同一天买2份晚报吗？不能。尸检报告出来了，死者是被勒死的，其他情况得等解剖完尸体才能知道。谢了。哎，给我倒点水。谁呀？谁被勒死了？就是昨天带回来一河漂。哎，果然不出所料，那人是被人掐死之后扔进河里的。马上查清死者身份。死者身份已经查明了，是一个叫陈茂生的男人。陈茂生？对，我们已经去过他住的地方了。根据他邻居说呀，他这2天一直就没有回家。他也没有什么亲人，而且呢，他家里头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个陈茂生多大年纪？我帮你找找。陈茂生，他是1957年出生的，应该是43岁了吧？他的户口所在地呢？户口？华天路月民小区7号楼1120室。季姐，你怎么了？你认识这个人啊？这个陈茂生，就是当年那个强奸案件的嫌犯。不会吧？站住！你给我站住！你告诉谁了 ？DNA 鉴定结果你告诉谁了？说话呀你！慢点说，你告诉谁了？你告诉谁了？陈茂生是当年的强奸犯。你告诉这个人，就是杀陈茂生的凶手。我告诉了孟叔叔。嘿，大子，你干什么？你等一等，你听我说。孟叔叔是被害女孩唯一的亲属。你说什么？当年自杀的女孩叫孟小月，是孟叔叔的亲生女儿，在上班的第1天就被陈茂生给强奸了。发现尸体的时候，身上、脸上全是被殴打的伤痕，浑身上下全是泥和血。大曾，我没跟你说实话，我是怕你知道他是被害女孩的父亲以后，不肯帮他这个忙，做 DNA 的检验。孟叔叔的老伴死得很早，是他一个人一手把女儿拉扯大，出事以后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到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就算是不能改变法院的判决结果，也想让他女儿死得瞑目。那你就没想过他会去报复吗？一个父亲知道杀了自己女儿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他能受得了？你的意思是说孟叔叔杀了陈茂生？对，不可能，绝不可能！我这就去找他。去啊，跟着，别愣着。我也跟着去。待着，还不嫌乱？
大曾，咱还去董晨家吗？去呀，为什么不去啊？走。走啊！哎。孟春林，孟春林，孟春林，人不在家，咱们想办法进去吧。不行，现在还不能认定人就是他杀的。七姐，这种情况要是在平时，你100%认定是孟春林干的吧？这屋。王奶奶，哎，这董彪这么霸道，他弟弟董成什么反应啊？这董成可是好孩子，不大爱说话，从小就受他哥欺负。这不，1年以前，他妈生病住院，他去找他哥要钱，这哥俩就吵起来了。他愣让他哥给打成了脑震荡。那天啊，董成就站在这屋里头，看着他爸的照片说：“我要不杀了那畜生，我誓不为人。”可把我吓坏了。我寻思这孩子是不是脑子给打出毛病来了？大前天，也就是9月25号那天，董成回来过吗？回来过，中午回来，下午就走了。几点4点。啊，不对，5点，是5点。陈茂生杀死了我唯一的女儿，我无法原谅他。我已经退休了，我决定亲手结束这一切，为小月报仇。然后我就去找我的妻子和女儿。小月等这一天已经等了20年，这20年真的是太漫长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像孟春林自杀的尸体，那他还活着的可能性很大。大曾，实在对不起，我……先别说这些了，先把人找着再说吧。我跟你说，季姐啊，孟春林一旦自杀，你和我就等于杀了2个人。可是你现在让我上哪儿找他去呀？无论想什么办法，你要尽快把他找回来。季姐，马上归队。
你先别调查这个案子了，马上停止检查。严大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他虽说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警察，可也算是执法人员犯罪。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马上逮捕孟春林，希望你能合作。老赵，连队，哎，这事儿我有责任，要处分算我一份吧。不，大曾他没错，他并不知道孟春林就是被害女孩的父亲。你别掺和。行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要是逃避现实的话，你们就没有资格当刑警。你总不能对死者说是由于我的原因造成他的死亡吧？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任何人在接受法庭判决之前都有生存的权利。要是你还是个刑警，就要防止事态的扩大。行了，尽快找到孟春林，至少要找到孟春林杀害陈茂生的现场。验尸报告。这心脏检验结果很奇怪，盐含量严重超标，单位含量已经超过了600。那就是说，死者被勒住脖子丢在河里的时候，可能还没死，而且他喝了不少河水。或者说在水里的时候曾经恢复过意识。可是河水里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盐分呢？盐含量超出的实在太高了。普通河水的盐含量最高是150，不可能这么高。会不会是孟春林故意制造假象？不可能，孟春林要杀陈茂生，绝不会这么麻烦。作案现场应该属于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地图。发现尸体的地点在这儿，那么漂流区域可能是这条河。根据孟春林的遗书，这个陈茂生大概是死后1天漂到这儿的。那么第一现场应该是这个范围。这儿。温泉？对，只有温泉的水比普通河水的含盐量高。龙马山庄的小龙温泉，我这就去查。等等，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谁让我找人帮你查 DNA 的？江汉，哎，永成那边交给你了啊。9月25号，你去找你哥，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了？他踢了我。你不生气啊？不生气。为什么呀？从小你哥就欺负你，你没想过反抗？你这么活着，太窝囊了。没关系，习惯了，一人一活法。一人一活法？那你回家以后干嘛了？吃药、睡觉。吃药？吃水银吧？你说为什么你们家所有东西上面都有一层灰，只有这个是干净的？房东家的猫把它扒拉倒了，我把它捡起来擦一擦，怎么了？
你认为这水银跟那爆炸有关系？那你接着说，几点离开家，都去什么地方？一个一个说。这是我们最著名的开放温泉。这儿的下游是小南河，就是这儿。也许就在这儿，那个陈茂生正在洗温泉的时候，孟春林突然出现，掐死之后把他扔在水里。哎，这个人我认识，他在我们这里住过。可是今天早上很早的时候，他就退房了。他有什么异常举动吗？没有，他可是个好人，给了我们很多小费。他有没有说过要去哪儿？没有啊。这人也真是，拿人这么多小费也不问问去哪儿了。我们这同事心情不太好，你别介意啊。有了，他不是自称什么科技人才吗？像他这种人，肯定特别相信科学。咱们给他来个科技对科技，什么意思啊？你们想啊，正因为他是搞科技的，所以他肯定也特别害怕咱们也用科技手段对付他吧？咱们给他上测谎器。好，我马上跟分局技术处联系。董成，我们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第一个问题，案发的当天下午，你有没有去过光明桥？没有。第二个问题，案发的当天下午，你有没有去过肿瘤医院？去过。我再问你一遍，案发的当天下午，你有没有去过光明桥？去过。真他妈够呛！这片路灯怎么全坏了？哎，注意点情绪啊！孟叔叔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已经死了，没准已经逃跑了。不是还没有接到孟春林自杀的报案吗？也许他还活着，也许还是因为什么事儿放不下。大曾，在前面停车。我有一种预感，咱们回去吧。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他这回害你害得可够狠。要是就这么从咱们眼皮底下溜了，大曾，你相信我吗？麻烦你送我回去好吗？江岸，准备审讯室。行。白亮，哎，来几包方便面来。今天晚上我们要跟这个董科技好好聊聊。好。我说了，炸药是我放的。那天下午，我回到家以后，就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引爆装置用晚报装好，藏在身上。为了避免嫌疑，我又买了一份《北京晚报》，然后我就去了一趟丽云家常菜。听我哥跟宋丽云说，他晚上要去美家商场，我就先回了趟医院。等晚上8点钟熄灯以后，我就到了商场。我哥到了商场以后，就四处闹事儿。商场的领导以前一直被他威胁，然后我就把炸弹放在我哥的车筐里了。你是用什么做的引爆装置？就是你们找到的水银。
你真的想杀死你哥吗？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我爸被他气死了，我妈也快不行了，我就想在我妈临终前做个了断。可是在我放炸药的时候，还是手软了，因为他毕竟是我的亲哥哥。他小时候打的第一架，还是为了护着我。我原来想，在我妈去世以后，我就马上去自首。没想到你们公安局还真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测谎仪。你妈那边你放心吧，我们会派人照顾她的。谢谢。谢谢你送我回来。你一走进这座大门，就意味着你对孟春林放弃了追捕。你可以继续去追，但我想给他这个机会。你就那么相信他会来自首？别忘了，你现在可在停职检查呀，弄不好为这事儿你可能得脱了官衣儿。我并不后悔为孟叔叔做了这件事儿，只是他是个老警察。我相信他会用警察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切。为什么呀？哎，为什么你对孟春林这事儿就这么上心呢？不想说，不想说就当我没问。我从警校毕业，刚开始上岗之前，有天晚上逮着一小偷。可是我当时大意了，没想到他带着刀，他把我逼到一个墙角里，刀子架在我这儿，我当时吓坏了。就在这时候，孟叔叔突然出现，他从背后抱着那小偷，把刀子夺下来，跟他厮打起来，一边打还一边喊：“小姐，扣上！喂，你警察尽职职责。”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掏出手铐，铐在那小偷的手腕上。走吧，咱回去。咱可说好了啊，我可不是相信他，我是相信你。你什么时候能不这么讨价还价？
很感激你们二位。我真想就这么死了算了，可是我知道你们在找我，小杰在找我，我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给我铐上吧。叔叔，快点！你是警察，这是你的职责。点点星光闪动着你诚实的眼神，蓝蓝夜空敞开了你寂寞的胸襟，面对冰冷的世界，依然会有一颗火热的心。你不情愿说出来你心中的苦闷，偏偏在乎是不是尽了你的责任，用那温暖的情怀呵护着你最最珍爱的人。日日夜夜用忘我兑现承诺，无怨无悔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日日夜夜用忘我兑现承诺，无怨无悔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你不情愿说出来你心中的苦闷，偏偏在乎是不是尽了你的责任，用那温暖的情怀呵护着你最最珍爱的人。日日夜夜用忘我兑现承诺，无怨无悔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日日夜夜用忘我兑现承诺，